俩老外比谁更懂中国文化，到底谁能赢呢？我老公曾经跟这个伊朗的老外沙巴比谁更了解中国文化，输了。今天他俩要去参加个婚礼，大胖媳妇想扳回一局。去婚礼之前呢，沙巴说他虽然非常了解中国文化，但是唯一让他紧张的就是中国人这排辈儿。为了防止出丑，他想去之前让我给他列一下关于排辈儿的知识点，模拟考试一下。还问大胖媳妇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练练？大胖媳妇说我不紧张，排辈儿这个事儿我会。然后马上开始作弊，让我提前给他漏点题，他要背一下。我说不用漏，你就记住二姨的丈夫就是二姨夫，老姑的丈夫就是老姑父，把两个称呼连读就行了。背完我漏的题，比赛开始了。结果啊，二夫的丈夫叫什么？球球，二姑，这1分。姥姥的妹妹叫什么？老妹，老妹，姥姥的弟弟是什么？老弟，对，老弟，对，姑姑的儿子，侄儿，还是外甥，我知道，孤儿。下午俩人去参加了婚礼，沙巴借了一套好西装，大胖媳妇则完全不然。我得练习一下新闻贺词。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没有人听你说这个。知道没有人练习，这是他们俩。都是有快。在家做饭也要比。大胖媳妇问沙巴会做中国菜吗？沙巴说会。我可以炒，但是我需要找菜谱。我也知道盐要放多少，油要放多少。大胖媳妇告人家，中国菜不是这样做的，做中国菜全凭一种感觉。哎，到多少？不知道，就是一种感觉。这多少？不知道，就是感觉。这是一种气。啥是气啊？这是一种感觉。冒烟了。人沙巴一走，赶紧偷摸把这个薅进去了。小兔天天闺蜜机现在可火了，之前就推荐过27英寸类纸屏，大屏追剧过瘾不伤眼，语音操控的解放双手。小兔啊，能唱 K， 连上无线麦克风随处可 party， 音质也不错，能 AI 健身，很多专业健身课程。这小人会同步做动作，还给 AI 纠错打分，等于请了私教又不逼着办卡，多美。晚上俩人逛公园，遇到了打乒乓球的大爷大妈。大妈问沙巴会不会打，沙巴说会。会打乒乓球吗？会打，打得不错吧？挺好的，你也挺喜欢的吧？还可以，我不会玩太好。慢慢学就会了。大胖媳妇开始教人做人了。你不能说你会，他们都好厉害。中国人讲究输钱，是谦虚吧？差不多。你要说你不会，其实我会，我就说不会。那我也不会，我假不会呗。行。他俩先跟大妈打，跟沙巴打的时候，大妈说小伙儿找对象没呢？跟大胖媳妇打的时候，大妈说小伙儿谁找的你呢？谁找的你呢？你这叫会啊？咋不会？你说会没？你是真不会。俩人的比赛呢就进入了白热化，最后在公园就是嗨了，也不比关于中华文化的深刻解读了，就开始疯狂模仿公园的所有人。但是模仿青少年那一趴，真的大胖媳妇要逗死我了。你得换一个脚蹦，得这样。你得用另外一只脚蹦啊！哎呦我的妈！不，你是脑中风了吗？你得用另外一只脚呀！你是不是又发烧了？最近张大铁和他加拿大的亲生奶奶和姑姑们团聚了，本来是个该快乐的事儿，但是张大铁都要疯了，孩子挺难。我们最近来了一趟内蒙，开启了特种兵式旅游。因为温迪不喜欢花太多钱旅游，所以我们是报的团儿。报团呢，中午肯定就在景区吃这种旅游团餐。你们应该也了解，这种团餐就特别大一个厅，然后全都是桌子，菜不咋地，但是人永远是满的。我寻思就快吃快走，结果温迪他们刚一进来燃起来了，跟我说我们碰巧遇到了一个婚礼，我们来参加婚礼了，好开心啊！旁边的桌跟温迪招手，温迪还跟人说话。这难以名状的运气，这是多么幸运的一天！亲爱的，快告诉我进行到哪里了？我是不是迟到了？冲人旁边那团的导游就是一个唠啊！我说温迪，你赶紧回来，你再唠一会儿，那导游带你买玉去了啊！温迪说内蒙古还有玉？我说景区都有玉。吃完饭坐缆车，拿铁被他的奶奶和姑姑们抢到了他们的缆车上。这一车就张拿铁不会说英语，无法交流，鸡兔同笼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书生和一群蛮子憋在了一起。然后下山缆车往下走的时候，远处地面上的工作人员就朝他们喊：“来抬杆！”温迪也听不懂，他喊啥呢？玛丽莎说：“好像是说抬杆。”问咱们山上有没有虎？你扣说：“可能是咱后边那个缆车里有人叫抬杆。”他回头朝后边的缆车喊：“抬杆！”给工作人员急的呀，这车马上落地了，就冲他们喊：“下！”巧了，温迪不会说谢谢，他管谢谢叫下。他以为工作人员是在客气，所以工作人员在那喊下。温迪也在那下，就差一点，这几个人就顺着下来的缆车又上去，好的缆车硬做成了环线。别的游客看着都懵了，以为这景区又加了个景点呢，叫回转加拿大人。一开门还知道跟游客说谢谢。他们下缆车，拿铁抱着我说再
也不跟他们坐车。温迪哈哈大笑，开始跟拿铁解释，因为啥误会了，叽里哇啦说一堆。俺不说话，您不说话。反正张拿铁跟这几个人通血缘，但是不通语言，这个影响张拿铁的沟通积极性，但是完全不影响他们。他们就是不管你听懂听不懂，就一直跟张拿铁说话，一直说。大巴车、高铁上。So who are you inviting to your birthday party? 这么多年，我早就练就了屏蔽的能力。坐在高铁上用小米 Pad 6 Max 写稿，它这个14英寸大屏就是一个大，同时看几个文档都不用放大，贼方便，就跟用笔记本电脑似的。当妈以后，谁能让我边带娃边工作更容易一点，我都感激谁。So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look funny then? 妈，你大哥。拿铁啊，这是来自加拿大的白噪音，别听了，和妈一起看会儿这个。这平板这么老大，你看它不那么累眼。然后温迪他们不是学了一首歌叫《亚洲雄风》吗？你别看唱的都不准，但是被这歌洗脑了，就是一个唱，跟那个鹦鹉疯了似的，从北京唱到内蒙，给张拿铁烦坏了。不光一直唱，还一直跳，白天唱，晚上跳。合同怎么回事？跳什么跳？我告诉你，他们不光今天跳，还得跳15天。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妈妈，今天的视频呢，我是真想让你们听，让我们共同回忆童年，共同心疼自己3分钟。我和我老公最近吧，因为异地带来的挺多事儿，视频的时候就吵过架，闹过别扭。然后昨天呢，我和我女儿视频的时候，她爸不在，她跟我聊天，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很辛苦，生活对你来说应该有许多难题，我很想你，也很爱你。”我当时真是特别感动。我刚刚说妈妈也爱你，我女儿说：“但是你知道更爱你的人是谁吗？是爸爸。爸爸每天都给我做饭，陪我写作业，他特别好。然后我觉得爸爸比我更想你。”这一下给我说哭了。但说实话吧，我刚开始哭是因为我心疼孩子，他才不到5岁，你这个年龄他得是多么努力，多么小心，用他那颗小脑袋在那想，在那琢磨怎么让爸妈开心。但是后来我哭，其实我在想我自己，而且我感觉你们应该也有相似的经历。我记得我小时候2年级的时候，记老清了，就那天放寒假嘛，那放寒假跟过年似的，老快乐了。而且我那天还考了个双百，就是期末考试双百，全班并列第1。当时我的设想呢，就是今天晚上给我爸我妈一个巨大的惊喜，然后他俩乐的抢着亲我，然后全家乐的不知天高地厚，然后第2天他俩领我去买电子宠物。然后那天放学呢，是我奶接的我还记着回家的路上，道边的理发店放的是毛宁的《涛声依旧》，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就跟着唱，我奶当时一脸愁容的跟我说：“你别唱这个情啊爱呀这类的歌，你爸你妈干架了，他俩听着添堵。”我当时心咯噔一下子，我立马我就不唱了，不敢唱了。然后我回家第一件事我就告诉我爸我妈我考了个双百。但是他俩那天气性就特别大，也没咋听我说话。完我想咋整呢？就是表演个节目吧，不唱的情情爱爱的，我就给全家表演了一首《种太阳》嘛。但是缓解气氛也是未果。后来呢，我为了让他俩觉得我很懂事，能高兴点，我还说我说我们班同学都让家长给买电子宠物，但是我知道买玩具乱花家长的钱，爸爸妈妈赚钱很辛苦而且那东西耽误学习，所以我不要电子宠物。我老想要电子宠物了，那真是我的杀手锏了，我已经拼了。但不一会儿这俩人就干起来了，我的努力啥用没有。而且之后那些年呢，我都不敢听情歌，尤其是毛宁的。我一听说他声，我就觉得我爸我妈要干架，要离婚。然后那些年呢，我记着我经常听见有别人跟我爸我妈夸我说：“你家孩子真懂事，像个小大人。”但是再懂事也没阻碍得了他俩最后还是分开了。后来我爸我妈离婚那阵儿，我姥爷病重，然后那天是过年，因为我姥爷病危嘛，我那年就在那儿过的。然后那天晚上，年30那天晚上，我姥爷已经昏睡了一整天了，然后晚上醒了，给我叫回去了。然后他就问我说：“这年30，你是不是也想你爸，也想你爷爷奶奶？你要是想他们，你就去找他们过年去。你不用怕你妈不高兴，大人把他们那点破事都倒到孩子身上，那是他们大废物。等你长大了，你会永远活在这些破事之中，也可能你也会活成他们那样的大废物。但是到那时候，你也就理解他们了。但是你现在是个孩子，你现在一天这么懂事这么累，你将来长大得多后悔。再说这辈子这么懂事干啥呀？人活到最后不都懂事了吗？那天年30，外边全都是礼花鞭炮，然后我姥爷和我说了那些年对我最重要的话，然后他就晕过去了，然后几天之后他就去世了。我今天说这些可不是在贩卖同情，因为我觉得你们所有人应该你们的童年都有相似的回忆。我挺感激，因为录抖音，我有这个机会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也希望我女儿将来长大，她成为妈妈的时候，也能回头听听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今天是儿童节嘛，我想说的就是让我们都回忆一下童年，去心疼心疼那个曾经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哄爸爸妈妈开心的那个小不点的你，然后和当年那个小心讨好但是不知所措的自己和解，因为那都不是你的错。然后呢，再看看你可爱的孩子，心疼一下他，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问题尽量自己处理，别让你的孩子那么小，活成一个小大人那么懂事。我姥爷说了嘛，人活到最后都懂事了。妈妈，我爱你，我想你，妈妈。